为了去往海底万米之下的渔人岛，草帽一伙跟随凯米和小巴来到了香波地群岛，去寻找小巴所说的镀膜工匠。登岛之后，小巴非常严肃地警告众人，香波地群岛城镇中有很多世界贵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和世界贵族发生冲突。草帽一伙与凯米和小巴一起赶往城镇寻找工匠，顺便游览当地风景。弗兰奇、乌索普和山治留下来守船，索隆偏偏不跟着大部队，非要单独行动。乌索普和山治劝索隆冷静一点，以你这个智商是不可能一个人找回来的。索隆十分不屑，认路有什么难的，记住树干上的号码就行了，居然敢瞧不起大哥。说着，索隆瞥了一眼树干上的号码，桑尼号停靠的位置为41号岛。结果因为泡泡遮挡，索隆只看到了数字1。这个愣头青嘀咕了一句：“原来是1号岛啊！”然后头也不回，潇洒离开。山治和乌索普在后面不断挥手高呼：“一定要问路啊，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小巴带着路飞一行人向城镇走去，路上反复强调不要和世界贵族天龙人有冲突。天龙人很好认，为了不和凡人呼吸一样的空气，天龙人头部会扣一个鱼缸，ထွက်出新高度，可辨识度很高。香波地群岛作为伟大航路和新世界的枢纽中心，汇聚着三教九流、各路豪杰，有很多和草帽团一样有名的海贼。海贼在这里，就算被绑架和贩卖，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外，海军总部就在附近的海上，所以岛上聚集大批精英海军，还有赏金猎人、人贩集团、各路不法分子。在这种地方，低调是最有效的保命手段，过于高调就会很容易被盯上。大家一路吃吃玩玩，溜达着向13号岛走去。小巴介绍的镀膜师傅就在13号岛。路过30号购物街的时候，娜美和罗宾暂时和大家分开，去购物街疯狂购物。路飞等人则在无人的街道上开启飙车模式。一行人行至香波地群岛的市区内，远远的就听见一阵吵闹声。走近一看，一大群路人驻足在路边围观。道路中间有一个高大的壮汉，脖子上戴着项圈，正在人群中吵吵嚷嚷，咆哮着恳求路人帮助自己把项圈给拿下去，不管是用刀子还是锯子，只要能把项圈拿下去就可以了。路人只是远远的看着，没人敢上去帮忙。壮汉大概是个海贼，哀嚎着说道：“帮帮我，我想回家，我已经放弃去新世界了，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我走的时候，孩子才刚刚出生，那孩子还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求求你们了。”路飞等人停着靠在路边观望。小巴大概看出了路飞的心理，赶忙制止住他，别和那个人扯上关系，那估计是被绑架集团抓住然后卖掉的海贼，被买主带到了这座岛上后想要逃跑，不过他应该清楚自己是逃不掉的。高大的壮汉一边哀嚎一边四处乱撞，脖子上的项圈发出急促的警报声，周围的群众连忙四散躲开。壮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抓着项圈不住惨叫。众目睽睽之下，项圈突然爆炸，壮汉浑身是血，栽倒在地。小巴告诉路飞，奴隶平时都是被链子拴住脖子的，如果想挣脱锁链逃走，项圈就会爆炸。围观的群众有人喊道：“那家伙是逃走的奴隶，绝对不要和他扯上关系。”布鲁克等人很慌，这种时刻不是应该伸手去救人吗？帕帕古赶紧提醒道：“笨蛋，不是说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插手吗？”凯米更慌张，有奴隶在这里就说明天龙人就在附近。小巴安抚了些凯米，将一头雾水的路飞从泡泡车上扯了下来。路上那些围观的群众突然集体下跪，一个扣着鱼缸的狗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路飞更懵了，原来那就是天龙人，我们村都管他叫沙皮狗，还是城里人会玩啊，狗的地位都这么高。小巴赶忙摁住路飞的脑袋，低声提醒道：“不管谁来了，都不要和他对视，老老实实的跪着就好了。”路飞低头瞥了一眼旁边，看到从街道的另一边走来2个扣着鱼缸、身穿白色长袍的人，他们的身后还有守卫和奴隶跟着。原来他们才是天龙人，只是不知道这2人有什么本事，能让大家这么惧怕他们。女性天龙人走到死去的奴隶身边，一边狠踹着地上的尸体，一边咒骂废物。这还不过瘾，天龙人又掏出手枪，对着尸体疯狂扣动扳机。周围人紧闭着眼，路飞起身就要骂人，小巴眼疾手快，捂住路飞的嘴巴。天龙人发泄完了，骂骂咧咧的离开，海军立即涌上来拖走了尸体。等天龙人走远了，小巴和大家坐下来细细道明一切。天龙人本身其实没什么本事，任何一个海贼都可以锤爆他们一顿。之所以他们这么牛逼，是因为天龙人是800年前最初创建世界政府这个组织的20位王族的后裔。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权力慢慢膨胀，演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敢对天龙人动手，海军大将就会赶来。黄猿、赤犬、星质和民众来说都是要命的力量，所以没有人敢得罪天龙人，天龙人才会如此嚣张跋扈。众人正聊着天，一群不知死活的赏金猎人围了上来。他们看中了路飞3亿倍利的人头，和草团大打出手。不过这些所谓知名的赏金猎人在草帽团的手中也根本过不了几个回合，被草帽团一顿收拾。这些人打不过草帽团，又打起了凯米的主意。为首的老大一眼就认出了凯米的人鱼身份，阴险一笑，一条诡计浮现脑海。路飞一行人先后收拾掉了3帮冒死来袭的赏金猎人，继续向着群岛深处走去。
这座小岛不同于刚刚的市中心，街道破败，断壁残羹，街上明明有店铺，但是既不开张，也没有游客光顾，看上去已经荒废很久了。小巴解释道，这里的群岛非常开阔，所以有些政府部门也管不过来，岛屿深处连海军都不敢轻易靠近，算是一个不法地带。大家来到13GR前面一个巨大的树根前面，上面孤零零的坐了一个小店铺，小巴所说的那个十分靠谱的镀膜工匠就在里面。不过不知道这个店还有没有开，毕竟自己这10年都在做海贼，很久没来了。路飞很好奇，镀膜工匠也是人吗？凯米表示从来没见过，只听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一行人攀上树根来到小店前，店铺倒是没毛病，牌匾的毛病很大，上面写着下棋的敲竹杠 BAR。 好久没见有人把敲诈和杀猪说的这么光明正大了，看来店主和那位镀膜工匠也是个狠人。小巴安慰大家说道，放心，他们都是大好人，我从小就和他们相处过。小巴说着推开酒吧的店门，迎面扑来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接着大家就看到地上躺了好几个浑身是血的人，一个美女站在一边叼着烟，一边揪着一个被做的奄奄一息的家伙，造型非常的古惑仔。此人就是酒吧的大好人店主夏克雅克夏奇。夏奇抬起头，礼貌而不是蛮横的说了一句欢迎光临。看到小巴后，夏奇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好久不见小巴。小巴上前打招呼，夏奇招呼大家自便，自己还要扁人。小巴摆摆手，您慢慢来，我们不急。揍完了人，夏奇坐下来和小巴叙旧，1秒钟没看住路飞，路飞就已经开始翻人家冰箱了。小巴吓得失声尖叫，你们要被揍了。夏奇笑了笑，毫不在意，你们自便就好了。夏奇站起身，递给乔巴一个棉花糖，乔巴分外惊喜。夏奇一伸手，这个棉花糖10万贝利。想到夏奇1打3的血腥场面，乔巴瞬间吓哭，把我卖了才50贝利啊！夏奇摸了摸乔巴的头，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夏奇对草木堂的情报了如指掌，一方面因为草木堂是最近大热的话题人物，一方面夏奇自己开店这么多年，和各种3696牛鬼蛇神打交道，过路情报无不知晓。闲谈之中，夏奇提到自己曾经被海军卡普追得满世界跑，因为以前自己也是干海贼一行的，只不过在40年前就洗手不干了。路飞一愣，阿姨您贵庚啊？按照伏笔狂魔尾田的习惯，夏奇很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伏笔。40年前，正是洛克斯海贼团横行霸道的年代，夏奇被卡普追得满世界跑，依然相安无事，而且和冥王雷利关系如此之硬，可想而知不是一般人。夏奇已经猜到小巴带着草帽一伙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镀膜工匠，不过很可惜的是，工匠师傅雷利并不在酒馆，大概是去赌场之类的地方消遣了。路飞说那么就等他回来好了。夏奇吹了一口烟，那就慢慢等吧，反正总会回来的。不过他出去大概已经半年没回来了，听说雷利一旦出门就容易在某个地方乐不思蜀，很久都不会回来。路飞等人等不及，决定出去找找。夏奇推荐他们去1到29号的无法地带，或者香木地游乐园去看看，听说可以去游乐园。路飞等人立即欢呼起来。夏奇严肃地说道，不管你们去哪里都要小心行事，根据我的情报网，在你们登岛的同时，已经有11个悬赏金过亿的通缉要犯在岛上了。伟大航路的航线不止一条，除了路飞所走的航线之外，另外还有6条航线可以到达红土大陆。最终，所有的航线在香木地群岛汇合。与路飞同期的新人海贼中，除了路飞，还有10个海贼在伟大航路横行，其中基德、路飞、霍金斯、德雷克、罗都是频繁上报的话题人物。要比悬赏金的话，路飞只是其中第2，岛上有人比路飞的悬赏金还要高。此时此刻，在24GR岛上，悬赏金过亿的超新星们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集会。这些人有蛮横霸道的黑帮老大卡彭贝基，悬赏金1亿3800万贝利；暴饮暴食的饕餮女杰尼邦尼，悬赏金1亿4000万贝利；魔术师巴兹尔霍金斯，悬赏金2亿4900万贝利；午夜 DJ 海明打碟音阿普，悬赏金1亿9800万贝利；万磁王船长尤斯塔斯基德，悬赏金3亿1500万贝利；赤旗 X 德雷克，悬赏金2200万贝利；怪僧乌尔基，悬赏金1亿0800万贝利；杀戮五人基拉，悬赏金1亿6200万贝利；死亡外科医生特拉法尔加罗，悬赏金2亿贝利。当初进入伟大航路的海贼团数不胜数，到达香木地群岛的却寥寥无几。伟大航路是一场巨大的生存淘汰赛，在各条航路上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精锐人员，这其中的某个人也许将会成为引领下一个海贼时代的人物。这些即将涌入新世界的新人中，夏奇最欣赏的就是草帽一伙，单纯勇敢，而且从不欺负百姓。路飞哈哈大笑，反正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对了，那个工业大叔在这么混乱的城镇里待着，很让人担心啊。夏奇平静地说，我家那位你就放心吧，他可比你们这些小鬼强上100倍。布鲁克和乔巴愣了，路飞怎么说也是打败2个7武海的人，比路飞还要强100倍，那得是什么人物啊？